老六，太子谋反的血书，你若再不交出来，这六皇子府院便是你的停尸房。三哥，那人真没给我什么东西，他就是慌不择路跑到我院子里的。你觉得我会信？奴婢亲耳听到，六殿下与太子的人密谋造反，还要给圣上下毒。对，奴婢也听到了，六殿下就是太子同的。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老子好歹刚穿越过来，还能让你们给上套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证据确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意图谋反的逆贼给本殿下拿下！是，行动！拿下个屁！本殿下再怎么也是当朝六皇子，岂容你们刀斧加面？我这就去向父皇请罪。老六，你当真踢伤了你三哥？是我踢的。圣上，六殿下目无兄长，痛下毒手，请圣上将六皇子贬为庶人，以儆效尤。请圣上将六皇子贬为庶人，以儆效尤。满朝文武都想拿我当替死鬼。好，既然这皇城没有我立足之地，那老子就去边关。只要军权在手，这大钱规矩就得由我来定。老六，你为何不说话？朕给你解释机会。儿臣不想解释。圣上，既然六殿下认罪，请即刻赐罪。太子谋反案刚过，徐师甫这老狐狸就敢带着群臣逼朕杀亲儿子，你个窝囊废！只要你稍微硬气点，开个口，朕就能顺坡下驴保下你。难道朕就这么窝囊的等死吗？儿臣自知罪孽深重，求父皇赐儿臣一死。你说什么？当真要朕赐死你？求父皇允许儿臣奔赴边关，儿臣愿手提3尺长剑，轰轰烈烈的战死。不可！若皇子战死沙场，岂不让北韩蛮夷笑我大前无人？平民子弟尚能为大前死战，我等身为皇子为何不能？我朝开国以来，未闻有皇子战死沙场者，有之，请自云征使。好一个不怕死的皇子！既然你执意要血洒疆场，朕给你这个机会，传旨封六皇子云州为虎烈将军。成了。令沈家满门忠烈，朕决议赐沈南征之女沈落雁为六皇子正妃，完婚之后即刻出征。今赐沈落雁为六皇子正妃，择日完婚。六皇子妃领旨谢恩吧。烦请穆总管转告圣上，恕臣女不能接旨。大胆！你要抗旨？对，我就是要抗旨。我沈家满门男丁皆为国战死，圣上竟要逼我嫁给一个窝囊废皇子？臣女就算在家等着圣上刺杀毒酒，也绝不嫁这种烂泥。大胆！你以为抗旨赐死你一人就算完了？按我朝律法，抗旨者3族尽出。你敢威胁我？我沈家满门男丁皆为国捐躯，圣上竟要这般逼迫沈家孤寡？正因为沈家满门忠烈，圣上才给您这天大的体面。您若是不识抬举，沈家后院那几个还在襁褓里的骨屑，可就得去地下陪老将军。姑姑，我怕。落雁，快下戒旨！你想让沈家彻底绝后吗？臣女领旨谢恩。
如果不是看在沈家满门忠烈的份上，我倒真希望你抗旨，那样我就可以求父皇，让你跟我一起去朔北赴死，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。你要去肃北送死？父皇已封我为虎烈将军，完婚后便奔赴朔北，以死振奋大前军心。父皇心意已决，你们若非要跑去宫里自讨没趣，倒霉的时候，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。殿下饶命！奴婢是受三皇子逼迫的。张嘴！谁敢停一下，本殿下就剁了他的手指。宫里不是都说他是个软骨头吗？这分明是个活阎王。这皇城里想让我死的人很多，我只问一次：你腰间这把刀，是替别人盯着我，还是替我卖命？属下高和，自今日起，这条命和这把刀只归六殿下一人。殿下刀锋所指，属下万死不辞，誓死效忠。听我看着他们，谁的耳光声响了，就砍断谁的手。属下遵命。六殿下，圣上口谕，北环使团今夜几经，命所有皇子数十前往万寿宫参加接风夜宴。殿下，今晚万寿宫绝对是龙潭虎穴，群臣和使团恐怕都憋着坏水等您往里跳。属下斗胆，恳请殿下称病推辞，千万去不得。本殿下正愁去朔北的巨费没着落，北环的肥羊还敢主动送上门来。今晚该祈祷能活着走出万寿宫的是他们。老六，听说你开了什么麻将馆，连个下人都雇不起，怎么？今晚跑来父皇的宴席上蹭吃蹭喝了？三哥说的是，我这大婚在即，手里实在拮据，要不三哥借我点银两？你找我借钱？三哥，你前几天才说要亲手送我上路，现在连点安家费都不肯借，难道三哥还在记恨我踢伤了你的那个地方？那地方是哪儿？拿着钱给我闭嘴！多谢三哥资助军费，三哥大气。你还要不要脸？我都替你丢人。脸张值几个钱？这3万两银票足够老子打造第一批精锐司军了。北环使团觐见。大胆蛮夷，见我大前皇帝，为何不跪？跪！我北环儿郎只跪强者。5年前朔北一战，你们大前像条狗一样割地求饶。今日，我等是来要你们的买命粮的。狂妄蛮夷！我大前的粮食，宁可一把火烧了，也绝不喂狗。圣上，臣请旨，将这不知死活的狂徒拿下。请圣上严惩蛮夷。怎么？哈哈哈！大前自诩天朝上国，莫非只会以多欺少？你们若真有骨气，就堂堂正正的折了老夫锐气，让老夫心甘情愿的跪；若是不敢，就趁早把粮草乖乖装好。听闻大前文风鼎盛，老夫手中此物名为玉玲珑。今日大前若有人能在半个时辰内将其6面颜色复原，老夫便行臣子之礼。若解不开，这大前的皇帝就不配受我北环的跪拜。圣上，此等奇迹于渺，我朝大儒素来不屑钻也。不过6殿下今日既然连命都不要了，想必胆识过人，不如就让6殿下来解这玉玲珑，替我大前扬威。国公所言极是。老六，你刚才不是挺狂吗？不是还想去朔北立功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正是你为国分忧的时候。闭嘴！老六什么底细你们不清楚？是存心想看大秦的笑话吗？破解这种破烂孩童玩具，何须半个时辰？
半盏茶足矣。你疯了！他们是想整你。就凭你，你若解不开，又当如何？我若解不开，我这颗项上人头你拿走。但若我解开了，你们不仅要道歉，还要将我朝5年前的土地一寸不少的吐出来。敢赌吗？大钱的皇子若是只会逞口舌之快，老夫现在就可以替你收下这颗项上人头。拿来。六殿下，此乃两国对赌，岂可儿戏蒙眼？六面土色，国师，希望你的眼睛没瞎。大钱师弟，如数奉还！现在给我大钱皇帝跪下！跪下！天佑大钱！天佑大钱！六殿下威武！天佑大钱！六殿下威武！六殿下好手段，但归还师弟势大，我北环还有一局。若大钱敢接，不仅师弟奉还，我北环再加1万匹优良战马。国师此言当真？如何赌法？很简单，我北环需要大钱支援30天的粮草，第1天给1袋，第2天给2袋，第3天4袋，以此类推，每日翻倍，直到第30天。只要大钱签下这份换粮国书，战马与土地即刻双手封杀。父皇，不过是翻倍30天，前几天加起来连100袋都不到，哪怕到第30天，撑死不过几10万袋。用这点粮食换1万匹战马和100万师弟，我大钱血赚！儿臣请旨签下文书。三哥，你想把我大钱的国库掏空，拉着满朝文武一起去死吗？老六，你休要花言巧语！蠢货，睁大狗眼看好了！第30天需要粮草11亿袋，这还不算之前的总和。把全国百姓的骨头敲碎了遨游，也凑不齐这30天的粮。10亿，真的是11亿袋以上，这是亡国之计呀！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满朝文武都被骗了，他绝不是什么窝囊废皇子。殿下，北环使团的人全躲在里面，不敢出声，战马都在这儿。颁布既然跟我赌命，这些战马就是本殿下的私人军费，一匹不留，全部带走。是。老头子，终于来。老六，你敢带兵抢北环战马？父皇冤枉，这些战马是儿臣赢来的。你跟班部打赌，赢了他们的战马？正是。禁军听令，把这600匹战马全部充公，送往神武军。
父皇，那是儿臣赢的马呀！你要这么多马是想造反吗？儿臣不敢。给你留20匹，滚回你的府上去。是，父皇。怎么感觉这小子是在给我上套？三殿下，六殿下，强闯北环使者的驿馆被禁军包围，现在可能死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这种好事儿？走，去老六府上。大半夜摘红灯笼，这是要换白灯笼射灵堂啊！看来是真死了。六弟呀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父皇节哀，六弟惨死，儿臣痛彻心扉。你千万保重龙体啊！三哥，你是提前来给我送终的。老六，你没死！混账！你就这么盼着老六死？滚去太庙给列祖列宗跪着，天不亮赶起来，打断你的狗腿！儿臣遵旨，儿臣这就滚。老六，你最近风头太盛，你那三哥是个蠢人，正朝中多的是聪明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只想早日去朔北。朕许你一个特权，私募500府兵。儿臣不敢。若私募府兵，百官定会说儿臣谋反。就凭500人谋反，哼！你若能成，朕把皇位让给你。记住，敢多谋一人，朕翻脸无情。老头子，你想用500人把我身在皇城当个混吃等死的贤王？可惜你算错了一步，这区区500人，将是老子征服朔北、踏平天下的第一支虎狼之师。殿下，他就是5年前大前最强精锐血衣军的统领杜归元。以你的滔天军功，该享受荣华富贵，为何在此打铁？我的抚恤金被当朝权贵贪没了，我把自己的封赏全分给了战死兄弟的家属。我现在只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废人。我是当朝6皇子云遮，正好缺个替我练兵的统领，你跟我走。多谢殿下抬爱，但5年前那场血战，打没了我的胆气，草民已经不敢上战场了。我马上要赴朔北边关，抗击北环蛮夷。边关，大前男儿，何惧一死？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和裹尸还？青山处处埋忠骨。好，草民杜归元愿为殿下效死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也要拉着北环蛮夷同归于尽。六殿下，圣上特意吩咐，给您的500府兵全部配备最精良的铁鳞甲，连羽林卫都没这待遇呢。全给我搬回去！本殿下不要鳞甲，全换成最轻便的皮甲。殿下不可，皮甲防御极差，北环铁骑冲锋之下，穿皮甲的步兵就像纸糊的一样，那是去送死啊！穿上30斤重的鳞甲，跑得过北环的战马吗？我们要去的是广袤的朔北雪原，防守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要的不是500个笨重的铁罐头，我要的是一只来去如风、能长途奔袭的幽灵。放弃所有重防，把速度给我拉到极致。放弃重甲，极限机动，这等兵行险招的鬼才战术，这是宫里那个传闻中的废物皇子能想出来的。他是个绝顶的军事天才，殿下深谋远虑，属下拜服。招兵买马的事交给你，记住，加上你们几个老兄弟，一共只招497人，
凑齐500之数。属下遵命。3天之内，幽灵成军。什么狗屁6殿下！要不是那窝囊废出了风头，小爷怎么会被爷爷赶出家门？大胆，竟敢辱骂6殿下！要杀要剐随便，反正我都已经被赶出家门了，烂命一条。再说了，你这魔方也是抄北环国师的。抄？这怎么可能？魔方算个屁！本殿下脑子里有的是能掏空皇城权贵腰包的奇技妙招。你想不想做天下第一富商，狠狠打肿你爷爷的脸？生我者父母，治我者殿下也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亲哥，我们双剑合璧，赚空大钱。殿下好手段，你与张须弄出的麻将和香皂，短短几日竟狂揽5万200亿，都是张须的功劳。嫂子深夜来访，就是为了送账本。殿下别装了，要皮甲不要鳞甲，是为长途奔袭；故意激怒3皇子，是为了混淆视听；抗旨赴死，是为了骗取兵权。你根本不是废物，你是一个隐忍了20年，图谋天下的疯子。嫂子，太聪明的女人，往往活不长。沈家已经被绑在你的战船上，你若败，沈家满门抄斩。我帮殿下管账，当殿下的刀，殿下只需答应我，护沈家孤寡周全。你比那母老虎聪明得多。成交，从今往后，外事归我，内务归你。全听殿下安排。军费已足，兵马已动，接下来该逼父皇彻底放行了。崔贤，用太子摇快！这刚才竟然生出了花纹。这叫大马十格花纹钢，有了它，北环的弯刀就是一堆废铁。大婚在即，你天天不回府，就是躲在这儿玩泥巴打铁。本殿下这是在打造杀敌的神兵，你懂什么？神兵？就你这的小身板，给你神兵你也拿不动。我看你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是不是绣花枕头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高寒，拔出你的百炼金刚刀，用尽全力，给我往这枪尖上砍！殿下，这刀可是工部的制式好刀，万一砍坏了您的枪尖，砍！断了算我的！这怎么可能？削铁如泥，这枪尖好漂亮，而且居然这么硬。看到了吗？我这枪，这枪尖送我。不，我要你用这花纹钢给我打一柄40斤重的长枪。求我啊！求殿下赐枪。说吧，跑来这儿找我干嘛？明日是我爹和2位哥哥的忌日，我要出城去大尖山祭拜，你自己留在府里吧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们还未完婚，你不必去。沈老将军满门忠烈，我云峥既要娶你，便是沈家的半子。明日我必去上香。好。
好。明日大尖山衣冠冢，六皇子必到。主子有令，杀无赦。殿下且慢，您与落雁尚未完婚，乃万金之躯，不可行此大礼。岳父大人，两位哥哥，在下云遮，不日我将奔赴朔北，定斩下北环贼寇的头，以为沈家满门忠魂。这个没脑子的蠢货，生怕满城的人不知道你要去朔北送死吗？殿下小心，有刺客！徒手接冷箭，我的个乖乖，这妞是个怪力萝莉啊！得亏我有个皇子身份护体，不然早被他锤成肉泥了。追，绝不能让刺客跑了！娘，没抓到。刺客是死士，箭一击不中，遁入深山了。但你们看这个，这是大前军中的制式羽箭。殿下来祭拜是临时起意，刺客却能提前设伏。殿下的府里有内鬼。不是班布劳鲁报复，就是我那几个好哥哥等不及要我死。属下这就去捉拿那奸。捉个屁！你拿着剑去见父皇，怎么惨怎么嚎，就说本殿下遇刺命在旦夕，让全皇城的人都知道有人要杀本皇子。我要借父皇的雷霆之怒，把这皇城的水彻底搅浑，顺便把府里的钉子清扫干净。该死的老六，害我在这里跪了3天，等我出去，非剥了你的皮！三殿下，出大事了！六殿下在城外遭遇重弩刺杀，险些丧命。圣上在御书房雷霆震怒，掀了龙案，即刻召您觐见。什么？老六遇刺？完了，父皇肯定以为是我派的刺客。老六，你这窝囊废到底得罪了谁？为何又要拿我当替死鬼啊？说，是不是你派人暗杀老六？父皇冤枉啊！儿臣这几日一直在太庙跪着，膝盖都烂了，哪有本事去城外调动重弩死士啊？除了你，谁还这么盼着老六死？圣上息怒，奴才斗胆猜测，六殿下让北环国师受了奇耻大辱，这恐怕是班德老贼离京前的报复，故意用我朝羽箭，好挑拨皇子内斗。就算不是你，你也给朕脱不了干系。滚回府里禁足反省。老六若再掉一根航毛，朕拿你是问。谢父皇，儿臣这就滚。班布老狗，你杀老六就杀老六，竟然拿本王当替死鬼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高安去宫里这么一闹，父皇定然雷霆震怒。殿下是想借圣上的这把火，烧我们自己府里的乱草。聪明，立刻传话下去，就说本殿下遇刺受惊，看谁都像刺客，把府里所有底细不明、有其他皇子眼线嫌疑的下人全部乱棍打出去。今天过后，我要这六皇子府变成一只铁桶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有圣上的雷霆之怒顶在前面，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触殿下的眉头。哎呦，张公子，您可算来了！今晚院里办诗会，姑娘们都忙着伺候才子们呢，实在腾不出空啊。哼，少废话！给本少爷和这位刘公子安排个2楼最好的雅座，再挑10个最漂亮的姑娘来倒酒。才子有本少爷有钱吗？2位爷楼上请，姑娘们接客啦！哟，这不是被张阁老赶出家门的那个废物张须吗？还有他身边那个哪儿来的土包子？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群芳院附庸风雅了？就是一身铜臭味，简直有辱斯文。你奶奶的，敢骂小爷！急什么？疯狗叫唤，你还要咬回去不成？本公子听说今晚是以边塞征战为题赋诗，既然你们这群穷酸文人自诩才华横溢，不如做首诗出来，让本公子下酒。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你个土包子找死，本公子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才华。
金戈铁马战未休，壮士捐躯复国仇。他日再闻狼烟起，一剑霜寒19州。好一个一剑霜寒19州！孟公子此时霸气绝伦，今晚魁首非你莫属。孟公子大才，小女子佩服。楼上那位满身铜咒的刘公子，该你了。若是做不出来，就乖乖滚出群芳阁。就这破事也配叫霸气？不过是无病申请罢了。有道是满罐水摇不响，半罐水响叮当，说的就是你这废物。你敢辱我，有种你做一手！做不出来，今晚我打断你的狗腿！竖起你们的狗耳朵，听好了！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何等洒脱，何等悲壮！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不信你还能做出第二手！瞎猫碰死耗子，那你再听。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朔北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贼寇终不还。不破狗口终不还，这才是真正的边塞神作。孟公子的诗在这面前，简直是孩童涂鸦。你会作诗又如何？你在这吟诗作词，那六皇子还说要去朔北杀敌呢。谁不知道那只是圣上为了安抚民心的作秀？六皇子那个废物根本不敢上战场。老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今晚，老子就要借你们的嘴，把这皇城的天给掀了！放屁！谁说皇子不敢不死？我大前六皇子，宁愿血洒疆场，也绝不苟且腾生。尔等可曾听闻？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六殿下愿以皇子之躯代父出征，死战朔北。你们这些只知风花雪月的酸儒，有何资格嘲笑一位赴死的皇子？好一个天子守国门！刘公子骂的对，我等枉读圣贤书。明日在下就投笔从戎，去朔北参军。杀！这个混蛋把名声全让朕和老六赚了，却把朕架在火上烤。本城皆知老六要去送死，朕现在若敢反悔，不让他去朔北，朕岂不是成了全天下的笑柄？刘公子，我家妙音小姐有请，请公子登楼一叙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那商铺还有几万两银子的账没对。刘公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这一亲方素的机会，小弟就留给你了。这死胖子，跑得倒挺快。妙音姑娘邀我上来，不会只是为了让我听琴吧？我马上就要去朔北那苦寒之地了，可没那么多雅兴。刘公子那句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，震红发会，小女子钦佩不已。特邀公子来品茶论道。品茶论道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聊诗词歌赋多没意思。不如咱们聊点风花雪月。刘公子说笑了，世人皆知公子有铮铮傲骨，乃是正人君子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人君子？所有君子
都不过是极具耐心的好色之徒罢了。而我是个没有耐心的好色之徒。说个条件，我替你赎身。殿下，您就别装了。你叫我什么？一个敢在群花院大骂百官无病身子，敢把当今圣上架在火上烤的狂徒，一个隐忍蛰伏20年，以退为进图谋朔北兵权的枭雄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只知贪图美色的无脑纨绔？殿下这层伪装骗得了天下人，却骗不过妙音的眼睛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还敢点破，你就不怕本殿下现在就杀了你灭口？说殿下要杀妙音引颈受乱，但妙音相信殿下不会杀一个能为您所用的人。这是暗影玉符，凭此符可调动大前9州13家青楼的500暗探。这皇城里达官贵人的只言片语、阴谋算计，尽在此符掌控之中。你是暗网的主人，你要把你的底牌全交给我，为什么？妙音不过是乱世浮萍，空有情报却无明主。妙音这双眼，愿做殿下争霸天下的耳目。妙音愿随殿下看尽朔北的风雪，看殿下君临天下。好，从今往后就是我云峥的影子。他若成龙，必保你一世尊荣。妙音得意这些边塞诗是哪个大儒做的？娘，外面传疯了的那位刘公子，就是六殿下。这些绝句，全是他一人所作。什么？那天子守国门的传言，全是他一手策划的阳谋。他故意激怒满城文人，借名义傲逼圣上，让他非去朔北不可。隐忍20年，装疯卖傻，一招出手，连当今圣上都被他算计得死死的。此太可怕了。娘，沈家已经上了他的船，他若成龙，沈家满门荣耀；他若败，沈家将万劫不复。我们没退路了。那个在群发院大放厥词，把朕架在火上烤的刘公子到底是谁？圣上，老臣查清了，那作诗之人就是六殿下。好一个老六！朕还以为是哪个绝世高人在帮他造势，弄了半天是他把朕当猴耍。圣上息怒，如今满城都在称赞您英明神武。英明个屁！传旨，明日南苑秋练，所有成年的皇子必须到场。老六既然那么想去边关，朕倒要看看他这只狐狸能不能躲过朕的猎弓。今日秋练，谁拔得头筹，朕这盒子里的绝世稀宝就赏给谁。儿臣定拔得头筹。老六，你连弓都不带，受个屁的练！父皇，儿臣手无缚鸡之力，拉不开弓啊！哼哼，朕特准六皇子妃替你狩猎，但你记住，若是一无所获，朕扒了你们俩的皮！进山！都转了半个时辰了，怎么连只活兔子都没看到？你真是个扫把星！急什么？有的是时间。运气真好，捡到一头死鹿，快搬上马！等等，雪早就凝固了，尸体都凉了。管他冷热，能交差就行。把鹿扔了，一只都不许带。你疯了！父皇说了，一无所获要扒我们的皮，你是不是非要拉着我一起死才甘心？少一张脑子！南苑是皇家猎场，怎么可能半个时辰连个活物都没有？这是父皇提前清了场，故意扔进来的死物，这就是个考验皇子诚实与否的陷阱。谁敢把这些死物当成自己的猎物带回去，谁就会死得很惨。扔掉！
哟，老六，怎么两手空空啊？要不要三哥赏你只死兔子，免得你回去被父皇打屁股？三哥运气真好，连熊都能猎到。哼，那当然。今日这魁首和绝世稀宝，本王拿定了。是吗？那三哥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就赌5万两白银。我赌你今天非但拿不到魁首，还会倒大霉。老六，你真是输疯了！好，5万两，本王跟你赌了，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！人傻钱多，说的就是你吧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，这是圣上挖的天坑？老六，一直都没打着啊！看来你那5万两白银是要乖乖改姓了。什么5万两？回父皇，儿臣在林中偶遇六弟，见他一无所获，六弟心中不忿，便与儿臣对赌5万两白银，赌儿臣拿不到今日魁首，请父皇做个见证。好，好，老三，你今日不仅猎物最多，连黑熊都能猎到，这魁首自然是你的。谢父皇隆恩。穆顺，把朕的绝世稀宝赏给老三，让他当众打开，给他的兄弟们开开眼界。父皇，这宝物是不是装错了？没装错，这盒里的宝物就是它。老三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朕5天前就下令清空了南苑猎场，今天天亮才让人扔了些死物进去，他们连熊猫都没扔进去一根。你竟然能给朕猎出一头熊来！你告诉朕，这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父皇饶命，儿臣知错了。全被他说中了，这真的是圣上挖的坑。若不是他拦着我，现在跪在地上等死的就是我了。一个个都是谦谦君子，稍微一试，全成了弄虚作假的畜生！来人，把老三的侍卫全部拖下去砍了！其余作弊皇子的侍卫，重打50听棒！你虚作假，朕让你猎熊，朕抽死你个逆子！老六，滚出来！父皇息怒，你既然看出了端倪，为何不报？还敢在群芳院给朕造势，把朕架在火上烤！儿臣愚钝，儿臣只是觉得别人射死的猎物，儿臣不能要。至于群芳院，那是儿臣喝醉了酒后吐之言，儿臣是真心想去朔北替父皇尽孝啊！滚！马上给朕滚！过几日去神武军报道学兵法，别在朕眼前碍眼。儿臣遵旨。三哥，刚才父皇可是作证了啊！你输了，那5万两银票，记得明天派人送到我府上，别赖账啊！今日南苑是我鲁莽，我不该骂你废物，更不该贪图那些死。多谢殿下阻拦，救我一命。就这？你还想怎样？我要你记住，在六皇子府，我才是发号施令的人。以后我的军令必须无条件服从。只要殿下不带兵送死，洛燕院听凭调遣。好，去准备行装。过几日，
随我去神武军大营点兵。嫂子，老头子松口了，那5万两。你出去！我以为你在查账。夫人，奴婢来添热水了，门怎么没插门上？糟了，若是被小茹撞见殿下在此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自己来，出去把门拴死。看够了吗？转过去。意外，纯属意外。我来是说正事。明日云丽那5万两一到账，立刻按这份清单采购，战马、生铁、皮甲、伤药分批买入，化整为零，全部送往城外猫耳山。量太大了，殿下只有500府兵的名额，这些辎重都足够装备2000人了。500人只是障眼法，这批物资是为朔北准备的底牌。圣上让殿下去神武军，民族熟练，实为监视，殿下如何脱身？神武军统领萧定武是个纯粹的军人，对付这种用不着阴谋，用军力碾压他。他自然会替我向父皇请战。这皇城的戏我已经演腻了。500铁甲成军之日，就是我云正剑指朔北之时。这就是你招的兵，战没战下，就凭这群乌合之众也想踏平北环？半个时辰后，你会收回这句话。杜归元，属下在。教他们我的规矩，不听号令者，军法处置。全体都有，立正，随我进入训练场。不练了，俺们是来提刀杀敌的，不是来这山沟里玩泥巴受虐的。战场上，北环的弯刀不会听你抱怨，连泥巴都玩不明白，上了战场只能当肉靶子，站不起来的，现在就滚出虎烈军！我云正的手下不留废物。没有花架子，全是逼出人体极限的绝命之法。这练的不是兵，是杀人机器。他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排兵布阵的鬼才策略？末将参见六殿下，圣上命殿下来军中历练，但军营重地，刀剑无眼。殿下会作诗，会算术，但打仗不是儿戏。您还是在一旁看着吧。萧统领觉得我这群刚招募的府军入不了你的眼。穿身破皮甲，浑身是泥，末将手下的精锐，一个能打他们10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打个赌，3日之后就在这教场，我出500府兵，你出500神武军精锐，以木刀白辉为器，进行军阵夺旗战。哈哈哈哈！殿下，您用500新兵挑战我500百战精锐，您若输了，丢的可是皇家的脸面。我若输了，随父皇处置，绝不去朔北丢人。但你若输了，哼！末将若输给一群新兵蛋子，末将亲自擂鼓，送殿下出征朔北，并向圣上举荐殿下为主帅。一言为定。3日后，本殿下教你什么是真正的战争。父皇，老六竟敢用500泥腿子挑战神武军精锐，待会儿若是输得太难看，丢的可是皇家的脸。看着便是。全军突击，碾碎他们！散！阵型散乱，兵家大忌，给我冲！
这是什么妖法？化整为零，首尾相顾，看似散乱，实则暗藏绝命杀机。老六竟然创出了这等神鬼莫测的军阵！本将还没输，接阵！都给我接阵！末将无能，虎烈军战法如神，末将心服口服。儿臣500铁甲已成，请父皇下旨，准虎烈军即刻开拔，剑指朔北。剑指朔北，剑指朔北！龙已长出逆鳞，这皇城彻底拴不住他了。朕一言九鼎，既然你赢了神武军，这虎烈将军的虎符你拿去。谢父皇成全。3日后，你与沈家落雁完婚，大婚之后，即刻滚去朔北。没有朕的旨意，终生不得踏入皇城半步。儿臣地位大前，守好国门。舅舅，老六那个废物竟然懂得绝世军阵，若让他去了朔北手握重兵，以后这皇位还有我的份吗？殿下稍安勿躁，木秀于洛，风必摧之。圣上其实也忌惮他了，否则怎会急着把他赶去边关？我已经花重金调集了江湖上最顶尖的死士，3日后大婚就是他云哲的送葬之时。好，我要让他大婚变大丧。云哲，街上的百姓怎么越来越少了？气氛不对。一群送行的跳梁小丑罢了，你坐稳，别弄乱了盖头。杀六皇子，赏金10000两！杀！一个不留。结阵，拔刀！给我死！削铁如泥，500把兵器竟然全是绝世神兵，他到底哪来的底蕴？六皇子妃，去死吧！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禀殿下，120名刺客全数诛杀，把他们的脑袋全砍下，一半送到三皇子府门口，一半送到晋国公府门口，给他们当回礼。遵命！八路请开，接着奏乐，别耽误了本殿下的吉时。落雁，去把嫂子叫来。今晚是你我洞房花烛夜，你叫嫂子来干什么？没时间儿女情长了，趁着今夜没人盯着，我们要敲定大钱的天下大局。哼！今晚先欠着，来日方偿。这是兵部绝密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父皇以为把我扔去朔北是监视，我那几个哥哥以为我是去送死，但他们全错了。我要的不仅是活着，我要吞下这10万北府军，我要亲自率铁骑踏平北环王庭，我要这朔北3州彻底变成我云哲的封地。
你要用兵自重，这可是蒙宁诛九族的大罪。皇家无亲情，我不杀他们，他们迟早要把你们沈家斩草除根。沈家的血应该留在征伐天下的战场上，而不是这肮脏的朝堂。落雁、二嫂，你们可愿助我？沈家满门忠烈，只拜真正的枭雄。自今日起，落雁手中的枪只为殿下而战。沈家内务后勤，叶子愿立军令状，万死不辞。殿下，行囊已备妥，随时可以开拔。开拔？咱们去朔北路遥远，500兄弟吃喝拉撒都要钱，父皇可是1两银子都没给咱们拨，那我们如何是好？既然没钱，那就去化缘。走，带上兄弟们，咱们先去三哥和舅舅府上，好好的辞个行。老六，你带兵围我府邸，意欲何为？三哥，弟弟今日就要远赴朔北送死了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。听闻三哥一向慷慨，特来化冤。化缘？你这是明抢！我没钱。昨晚那些死尸是谁派的？咱们心知肚明。你若不给，弟弟只好拿着这把父皇赐的宝剑，去父皇面前好好说道说道。不给。来人，去库房拿10万两银票。多谢哥赞助，三哥保重身体。别我还没死，你就先病死了。这里是15万两，拿着钱，带着你的兵，立刻从老夫门前滚蛋！哈哈哈，就真是爽快人，预祝舅舅长命百岁。全军听令，撤！死到临头还不知，等你出了皇城，老夫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是朕的御赐金牌，凭此牌，沿途关卡不得阻拦。儿臣谢父皇天恩。老六，朔北不比皇城，北府军统帅魏文忠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狐狸，你这500人到了那里，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定当谨言慎行。朕不管你以前是真傻还是装傻，既然出了这皇城，就给朕大前皇子的威风来，活着回来见朕。儿臣定不辱没皇家威严。混龙升天，这大秦的规矩，以后由我云峥来定。武烈军听令，目标朔北，全军开拔！军长，提醒全军戒备。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把钱财和命都留下。哼，刚出城就来送军功，好得很。兄弟们，见血的时候到了！举盾，引兵，继续放箭，别让他们喘气。连站姿都是大前步兵操点的规矩，薛师傅和老三养的狗，装什么山贼？既然被看穿了，就一个不留！拔刀冲下去杀光他们！3-3制阵营，杀无3-3赦制在这密林中简直如鱼得水，500新兵竟打出了百战苏罗的气势。成王败寇，要杀便杀，休想从我嘴里掏出半个字！你想多了，本王对你们主子那点破事毫无兴趣。
全军打扫战场，把他们的重弩、完好的甲胄和银两全部扒下来带走。这就是咱们的第一笔战利品。遵命。六殿下奉旨前往朔北，还不速速开棺放行？殿下恕罪。近日野猪林山贼猖獗，末将奉兵部屈旨，严查过往军队。殿下这500人来路不明，还请卸下兵甲，入城接受盘查。放肆！圣上御赐牌子在此，你也敢拦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末将只认兵部文书。哼，没有兵部放行令，谁也不准过。将军饶命！我们是退下来的伤残老兵啊，实在办不动。废物！兵部不给发粮，你们不干活就等着饿死！打！徐世鹏这老狗，兵部的手伸得够长，想把老子困死在这关外。本王再问最后一遍，这门你开是不开？弓箭手准备，敢上前一步者，格杀勿论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不开，本王就用你这狗头记我的战旗。虎烈军听令，准备攻城。六殿下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就凭你这500部族，连云梯都没有，也想破我临朝关？高攀，昨天的战利品抬上来。军中违禁中弩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150步，远超普通弓箭射程。全军听令，目标城头督战队，3段击，放！反击！给我反击！城头的老兵听着，本王是大前六皇子云章，你们为大前流过血、断过腿，不是为了在这里被贪官污吏当狗一样欺辱。开城门！本王给你们粮食，给你们尊严，谁敢拦你们，本王诛他9族！俺们是百战老兵，俺们不是狗！兄弟们，反了！给六殿下开门！镇压，把这些刁军全杀了！入关，只杀贪官，降者不杀。云章，你敢攻打大前雄关，兵部徐尚书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是兵部的人。废话真多。殿下，粮仓里足足有2万担粮食。王骁这狗贼克扣残兵口粮，把兵部拨给北方军的粮草全囤在这里，准备高价倒卖。哼，徐师傅的好狗啊，正好全便宜我们了。殿下天恩，俺们愿追随殿下，哪怕当个火头工，也比留在这儿等死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虎烈军的辎重营，只要本王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饿着你们。多谢殿下。殿下，王骁的尸体如何处置？找个棺材，快马加鞭送回皇城，当做本王给徐师傅的回礼。是。传令全军，带足粮草，目标朔北大营。庶子狂妄，竟敢斩杀朝廷命官，还敢把棺材送到老夫的府上，他这是在打老夫的脸，打整个兵部的脸。老爷息怒，六殿下如今手握圣上金牌，又兼着虎烈将军的虚衔，咱们在关内的人根本拦不住他呀！好一个老六，老夫真是小看他了。既然关内拦不住，那就让他死在关外，淹没！老夫要给北府军统帅魏文忠写密信，朔北是老夫和魏文忠的地盘，我
要让他到了朔北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六殿下，奉旨前来朔北历练，速开辕门。朔北苦寒，封大听不见。大帅有令，军营重地，无论是谁，兵马不得入内。殿下若要进营，就请卸甲下马，带2个随从走侧门吧。侧门，那是走狗洞的规矩。既然门打不开，就给我劈开！虎烈军，准备冲营！疯子，你竟想冲撞10万大军的大营！住手！瞎了你的狗眼！六殿下乃千金之躯，你也敢阻拦？还不滚下去领50军棍！末将御下不言，让殿下受惊了。殿下，快请进。老狐狸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想给我个下马威，你还嫩点。大都督客气了，军中有军规，本王理解。殿下，按兵部虚职，您这500人编制不属我北府军，粮草辎重，末将实在无权调拨。而且您军中还有这么多伤残老兵，不如这样，您把青壮留下，编入末将的先锋营。伤残老弱，末将发点盘盐遣散，末将定保您周全。他只是想要吞并虎烈军，架空云政。大都督费心了，但本王的人，生是虎烈军的人，死是虎烈军的鬼。本王不需要你1粒米，不需要你1兵1卒。既然殿下执意如此，末将倒有个去处。此地名为三边堡，扼守北环骑兵南下的要道，但年久失修。殿下若想独领一军，便去驻守此地吧。殿下不可！三边堡孤悬阵外，无险可守，距离最近的援军也有100里之远，那是北环打草谷的首要冲击地，去那里就是送死！怎么？刚才殿下还豪气干云，现在连个残堡都不敢守了。好，本王就驻扎三边堡。不过，大都督要立下字仪，三边堡方圆100里皆归本王节制，北府军不得插手。一言为定。城墙千疮百孔，别说抵挡北环的重骑兵，连风都挡不住。魏文忠这分明是借刀杀人，他把我们放在北环骑兵的嘴皮子底下。一旦北环南下，我们连半个时辰都守不住。属下无能，连累殿下陷入死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，在这里是我云峥称霸天下的第1块基石。告诉本王，你们是想跪在雪地里冻死，还是随本王杀出个封王拜相，万代功名？愿随殿下死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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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北环的先锋勇骑，至少3000人，他们直奔三边堡来了。杜快元，全军放下刀枪，把营里所有的水桶给本王提出来。提水桶？殿下，敌军冲锋了，提水桶干什么？脱水成冰。本王要在半主星内，他们在这雪原上变出一座坚不可摧的冰雪要塞。